2019年，美国又干出了一件奇葩事儿，给全世界看了笑话。当时正担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放出豪言壮语，声称要为美国的星条旗上再添一颗星。但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强取豪夺这套行不通了。于是特朗普灵机一动，决定花费重金购买别国领土。更奇怪的是，特朗普看上的地方不仅远，而且荒，甚至寸草不生，极为寒冷。尽管特朗普最终未能如愿，购买领土的行为也沦为国际笑柄，但是人们惊讶地发现，特朗普看上的那块地，中国也很感兴趣。来自特朗普的购买请求让丹麦首相气急反笑，他忍不住回怼特朗普，并斩钉截铁地表示，格陵兰岛是非卖品，再多钱都不会卖给美国。没想到特朗普反而还闹起了脾气。特朗普掏出手机发了一条推特，恶人先告状，批评丹麦首相的措辞很不合适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表明自己的抗议，特朗普还赌气般地取消了访问丹麦的行程。这下丹麦人也不干了，两国关系陷入僵局，一度剑拔弩张。好在特朗普第2年就下台了，但是拜登上台后，明面上反对特朗普的各项举措，实际上也对丹麦的格陵兰岛充满兴趣。只不过他的手段比特朗普高明许多。拜登先是收拾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，以极为诚恳的态度向丹麦表达了歉意。拜登甚至派出了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格陵兰岛。布林肯放低姿态，表示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格陵兰岛的人民。不仅如此，拜登还痛斥了特朗普以美国为先的主张，声称要推动多边主义发展，与格陵兰岛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。为此，2020年6月，美国不仅重新开放了在格陵兰岛上的美国领事馆，还豪掷1200万美元援助格陵兰岛。美国费尽心思讨好格陵兰岛，而中国在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也同样引起了世界的注意。从2005年开始，中国就多次派出代表前往格陵兰岛进行友好访问，格陵兰岛也会礼尚往来，双方合作密切。不仅如此，中国还是格陵兰岛最主要的出口客户，双方有着最直接的经济联系。2021年，格陵兰岛北京代表处成立，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。现如今，中美两国围绕格陵兰岛的较量意味已经相当明确。可是格陵兰岛地处偏远，条件艰苦，为何会引起中美两个大国的注意呢？这一切还得从格陵兰岛的前世今生说起。其实当我们回溯过往，就会发现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格陵兰岛的主权归属始终存在着争议。格陵兰岛是一座位于北极圈的天然岛屿，在北冰洋与大西洋之间，面积辽阔，人烟稀少，是全球第一大岛。而这座岛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期。1261年，挪威人发现格陵兰岛，迅速将其占领。就这样，格陵兰岛成为了挪威的殖民地。很快，挪威和瑞典一起加入了卡尔马联盟，这是一个由丹麦皇室所牵头的联盟。因此，挪威从名义上变成了丹麦的藩属国，丹麦也趁此机会成为了格陵兰岛真正的宗主国。随后历经多次战争，领土几经更迭，但丹麦始终牢牢掌控着格陵兰岛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情况改变，原本毫不起眼的格陵兰岛突然被推到了聚光灯下，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。德国与美国同时注意到，格陵兰岛是沟通欧洲与北美的桥梁，只要掌控格陵兰岛，就能在军事部署里占据优势。于是德军率先上岛，美军紧随其后，两军激烈交锋。最终美军取得胜利，驱逐了格陵兰岛上的德军，并在此驻扎。尽管战争结束后，美国将格陵兰岛还给了丹麦，但一场世界大战令格陵兰岛的地位上升，主权归属也逐渐模糊。格陵兰岛在名义上是丹麦的领土，但丹麦并不直接管辖格陵兰岛，而是给予了格陵兰岛极大的自治权。战后，格陵兰岛建立了一院制议会，甚至还有一名格陵兰总理，可见这块土地的特殊性。到了1948年前后，格陵兰岛正式踏上了追求主权独立的道路。对去意已决的格陵兰岛，丹麦政府曾经想过一系列挽回措施，希望能让格陵兰岛的居民们回心转意。比如，丹麦在岛上大力推行城镇化，进行了医疗、交通与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。但事实证明，丹麦的确不了解格陵兰岛，这些改革措施大多因水土不服而宣告失败。无奈，丹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格陵兰岛渐行渐远。1978年，格陵兰岛丹麦议会解散，1年后首府改名，新名字来源于格陵兰语。几年后，经过全民公投，格陵兰岛正式脱离欧洲共同市场，这意味着在经济领域，格陵兰岛实现了独立，逐渐摆脱了对丹麦的依赖。与此同时，格陵兰岛条约正式生效。1985年，岛内自治工作正式启动，
在这一年夏天，格陵兰岛拥有了自己的岛旗。进入新世纪后，格陵兰岛的自治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，丹麦语也不再是格陵兰岛的官方语言。现如今，格陵兰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正处于极为微妙时期。一方面，格陵兰岛从名义上仍属于丹麦，与丹麦有着斩不断的牵扯。比如，格陵兰岛的财政预算受丹麦补贴，每年的补贴额度高达几十亿丹麦克朗。另一方面，格陵兰岛的确十分自由，不受丹麦管束，是非典型性领土。正因如此，世界各国才会对格陵兰岛格外关注。格陵兰岛之所以如此受欢迎，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价值。格陵兰岛像是一块未经发掘的宝地，蕴含着无限惊喜。格陵兰岛的主要价值体现在3个方面：政治、经济与军事。近年来，北极成为了国际政治博弈的新战场。北极看似远离城市，实际上指引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。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，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未来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剧。环境议题或将成为国际政治博弈里的重要切入点。在环境议题上掌握话语权，便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力量增强。目前，全球变暖是最受关注的环境议题之一，而格陵兰岛正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受害者。不仅如此，环境议题向外延伸，就会变为纷繁复杂的法律纠纷，充满不确定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国自然都希望能得到格陵兰岛的青睐，好在政治舞台上助自己一臂之力。除了政治领域，格陵兰岛还蕴含着极为巨大的经济利益。举个最直观的例子，在格陵兰岛的东北储藏着一大批石油资源，这些石油资源的储量超乎想象，差不多有310亿桶。要知道，这相当于是北海地区总储量的80多倍，价值不可估量。在现代工业文明里，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中东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过去，格陵兰岛冰层坚硬，开采难度极大。现如今，北极地区的部分冰层正在融化，令大规模开采成为可能。除了有石油之外，格陵兰岛还有稀土，中国就与格陵兰岛达成了稀土合作协议，未来将共同开发。格陵兰岛的经济效益不仅体现在资源上，也与运输路线息息相关。从地理位置来看，格陵兰岛在北极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是北极航道计划的重要参与者。北极航道计划成型后，货物不必再千里迢迢地取到大西洋，只需要走直线便能顺利抵达目的地。目前最主要的北极航道主要有3条航线：东北航道从北欧到俄罗斯，西北航道从美国到北欧。巧的是，这2条航道的交汇点就是格陵兰岛。不仅如此，第3条基点航道更是从白令海峡出发，直抵终点格陵兰岛。如果说北极圈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，那格陵兰岛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核心。尽管目前这个十字路口仍未投入使用，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，北极航道势必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。此外，在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计划里也有格陵兰岛的身影。而在军事上，格陵兰岛的能量更是不容忽略。2战已经证明了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，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，这种价值还在稳步提升。据悉，只要在格陵兰岛部署雷达，那么就可以轻松追踪到整个北冰洋地区的军事动态，就连俄罗斯北岸也无法逃脱格陵兰岛的军事监控。由于格陵兰岛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这里还有可能成为美国与俄罗斯军事对抗的前沿地区，中国的国家安全势必也将受到影响。现如今，美国便极力在格陵兰岛建立雷达与卫星追踪系统，不仅可以监控，而且能够防御。一旦爆发战争，格陵兰岛就会成为各国空军交战的咽喉要塞。正是因为格陵兰岛的诸多价值，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然而，与美国巧取豪夺不同的是，中国向来推崇友好互利的国际合作模式。相信在中国的这种态度之后，未来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必然会更上一层楼。77岁的卢拉再次当选巴西总统，他发表宣言时不禁落泪。我希望在2026年任期结束时，每个巴西人都能喝得起咖啡，吃饱午饭和晚饭。卢拉的眼泪背后是巴西的严重饥饿问题。身为世界粮仓，巴西怎么会饿到这种地步？曾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大国巴西，怎么就混成了这样？这要从巴西的发展说起，因为不慎丢掉实体经济，今天的巴西如同栽入深坑里。巴西位于南美洲东部，这里没有遭受1战2战的浩劫，还紧跟美国躺赢，吃到了不少战争红利，可以说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是当之无愧的上帝宠儿。再来看看巴西的自身条件，也是好的足以让日本眼红。
其国土面积排列世界第5，仅次于俄、中、美加4国，而且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既没有俄罗斯跟加拿大那样不适合人居住的寒带冻土，也没有美国国内成片的沙漠戈壁。整个巴西要农业有农业，要矿产有矿产，要畜牧业有畜牧业，堪称要啥有啥，种啥长啥。多年来，水稻、甘蔗、烟草、棉花、铁矿、黄金、钻石、石油轮番交叉，震撼出场。但可能因为天生富裕，不用经过太多劳苦就能坐享其成，巴西逐渐变得骄纵了，开始不注重踏实发展，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少爷，关注门坐吃鱼粮，而忘记了把根向下扎实。到今天，巴西已经发展了200多年，结果硬生生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，从南美洲扛把子混到了金砖国家中的一块板砖。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从1822年脱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，到1984年这100多年间，巴西其实一直都在致力于发展，只不过因为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经济体系，发展的并不均衡。这个问题巴西政府也发现了，为了不让本国人太好逸恶劳，仅靠资源吃饭，就严格限制关税和配额政策，大力发展本国工业，生产代替进口才能获得的商品，自产自消化。初衷是好的，坏就坏在巴西没能改掉天生富贵病的习惯。许多国民不喜欢存钱，即使是做实业的那批富人也不存钱，一旦遭遇什么重大危机，他们就得阵脚大乱了。巴西政府实行的是西方民主制度，政府也没多余储蓄，可刺激经济需要钱，没钱怎么办呢？巴西选择了去外面借，什么财团、国际机构能借的都借了，可有借就有还，短时间内巴西自然是还不起的，于是就开始出昏招了。用出口赚的外汇来还之前借下的外债，后来发展到年年要用1半外汇来抵债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粮吗？相当不健康，迟早出问题。可巴西没意识到问题，或者说意识到了也没当回事儿。当时巴西在各国眼里是制造业香饽饽，导致巴西很长的时间内习惯了这种超前消费的富贵模式，日消夜长，巴西人以为富贵绵长。但欠债这事儿就是这么玄学，你以为还不上是挣的少，实际也可能是对方埋的坑。于是国与国之间形成了欠债学，就等着哪天给你来一招断流刀法，让你一下子傻眼。这是巴西经济埋下的第一个祸患，属于产业顺拐现象之一，且不容易纠正。第二个顺拐现象是工业结构不平衡。巴西很早就开始大搞基础建设了，在1战2战期间，各大国纷纷参战，打得战火纷飞之时，远离纷争的巴西正热火朝天地大建工业企业。1战期间，巴西工业产量增加1倍，到1920年，全巴西一共建起了13万多家工业企业。2战前后更是超前实现工业增长，至1955年，工业的产值已经占到 GDP 的1/4。此时的巴西依旧延续了之前的富户习惯，倡导民主和自由地搞实业。来看看当时最为瞩目的造船、航空和铁路3大工业。其中造船业没有问题，到1970年，巴西已是世界第2大造船大国，鼎盛时一年造船量达 72.9 万吨，所能提供的岗位达4万个，间接就业人数也近10万人，遥遥领先世界。航空业发展的也不错，1969年，亚洲许多国家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呢，巴西已率先成立航空工业公司。很多人可能会记得2012年成龙花2亿买的私人飞机，那就是巴西生产的。发生问题的是铁路事业，因为巴西政府早通过了产业私人化，而且倡导自由发展，因此许多铁路都是私人企业建造，而他们在建造时所用的规格和等级都不一样。各大企业建造的铁路大多都是通往产业园或各自的港口，不是为了国家的统一物流调度而建设，这导致 A 铁路与 B 铁路很可能对不上接口，从根本上也不能实现产业一体化。归根结底，发展的太自由了。修铁路是大事儿，巴西政府应该全局考量，长远打算，比如在主要交通方面做到统筹调度，强化风险意识，以方便大企业和小企业同时以互济互利方式存活。巴西政府在这一点上也是顺拐，客观易推动，主观却难为，只能顺应阶段，听之由之。所以说，巴西的一大问题就是发展了，但没正确发展。第3个顺拐点是轻重工业化失衡。巴西的轻工业相对较薄弱，比如纺织业，巴西在最鼎盛时就业人数也不过10多万。巴西忽略了在重工业初步实现之后，就必须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轻工业，以实现相互依存和制约，而巴西就错失了升级换代的良机。很快，国际经济风暴给巴西来了一次釜底抽薪。1984年，巴西制造业的增加值在其 GDP 中占比达到历史新高，为 30.9%。
表面看起来依旧欣欣向荣，但仅仅3年后，巴西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窘境。因为国际出口物资价格各种大跳水，巴西卖出去的东西赚不回原来那么多外汇了。巴西政府无奈之下，只好宣布停止偿还各国际债主的利息。面对债主的咄咄逼人，巴西痛定思痛，做了一件很折本的事儿，卖了航空工业公司。注意，这个时候开始，巴西的实体工业就开始要逐步丢掉了。巴西在这个时候又做了第2步关键性绝路，全面对外开放，发展消费型经济。就这么着，巴西的第3产业发展了起来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有2个疑问：一是21世纪初，许多西方国家都争先恐后的转型第3产业，巴西跟上有错吗？2是照巴西一贯奢侈浪费的习惯，攒家底创实业后再谈转型，不是更好吗？